大家好，这一期是食神基础篇的第2篇。接下来我会做一个系列，把食神各自的特点、性格以及他们在命局中起到的作用都讲得明明白白。我也会把这期的讲解笔记整理好，发在 YouTube 的帖子区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自取参考。如果你对盲派命理有不太明白的地方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屏幕前的你可能之前接触过传统派的命理，比如子平真诠或者滴天髓。我所讲的盲派命理思路上会和你熟悉的体系有很大不同，因为不同门派之间的底层逻辑、算法乃至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目的都不一样，所以也请大家多一些包容与理解，我们互相尊重，求同存异，共同探索命理这门古老又有趣的学问。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命理学里一个超级有意思也超级重要的食神伤官。如果你对命理有点了解，你肯定听过伤官见官为祸百端这句话，但伤官到底是什么？它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今天我就带你深入了解伤官的方方面面。伤官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？首先，伤官在命理学中属于我生之神，是一种异性相生的关系，听起来有点抽象。简单说，伤官代表的就是你的智慧、才华、创造力，还有你的性格倾向。第一个特点，绝顶聪明。伤官的人啊，那脑子真的是转得飞快，他们思维敏捷，反应灵活，特别有创造力。很多科学家、研究者的八字里都有伤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伤官的人不按套路走，思维特别跳跃。有伤官的人学易经特别厉害，因为他们天生就不喜欢走寻常路。伤官被称为谢秀之神，代表思想、口才和斗志，悟性比食神还高。伤官是绝顶聪明的象征。当伤官得用，也就是转化成吉的时候，这个人的思想特别激进，创造力爆棚。第二个特点，追求自由，敢于反抗。伤官的人特别独立，不喜欢被约束，他们有一种积极向上、不服输的心态，总想超越别人。这类人有抗上心理，爱和当官的作对，任性、霸道，崇尚自由，不服天朝管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你会发现他们从来不会乖乖听话，总是要走自己的路。第三个特点，情绪偏激，攻击性强。伤官也有他的阴暗面，伤官的心态比较偏激，不像食神那么平和随和。他们自我、猖狂、孤傲、好冲动，做事往往以自我为中心，首先考虑自己的感受。伤官气量狭小，有仇必报，难以管束。如果伤官过旺，而且命局里没有东西来制化他，这类人就会特别叛逆、反抗，瞧不起人，攻击性很强，狂妄自大。伤官旺的人说话还特别黑，说话伤人，没有法律意识。而且伤官的奉献是有条件的，不像食神那样大度包容。第四个特点，缺爱的内心。伤官就像一个缺爱的小孩，伤官的人内心其实很脆弱，需要被关爱和呵护。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，是因为伤官所代表的心性、行为模式，以及其在命局中表现出的特征，往往源于深层次的情感缺失和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与反抗。这种缺爱并不是指物质上的匮乏，而是指在情感上缺乏安全感、认可和滋养。这使得命主在行为上表现出强烈的防御性和对关注的渴望。当伤官见到代表规范秩序和衣食父母的正官并试图克制他时，这种对抗行为的背后原因是他一定缺爱。这种对抗和叛逆是他们用来引起注意或保护自己脆弱内心的机制。如果伤官配印，得到印的看护时，则其心性会变得自律、内敛，做事有规矩，不再那么张狂和叛逆。伤官旺的人有魄力，胆子大。如果伤官高透，这人会特别清高孤傲，狂妄自大，瞧不起人。而且伤官旺的人通常不会有固定的工作，他们待不住。反过来，如果伤官虚透无力，命主就不太会表达，没主见，做事不聪明，情商也低，看不出眉眼高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。
伤官弱的人也不会享受，缺乏浪漫，处理事情不够冷静。伤官在命局里起到了什么作用呢？伤官在命局里主要有3大作用。第一，生财。伤官生财，这种命局的财富级别特别高，尤其是没有名财名官的情况下，治伤官也能发大财。但要注意，如果日主无根无气，生出来的食伤就弱，食伤生出来的财也弱，这时候不叫食伤生财，富贵自来，反而容易失败或被骗。第二，制官。伤官最主要的作用是制官，也就是制约正官。如果伤官制官的组合得当，命主常常是管理者，这种人多是白领或负责技术方面的管理者。第三呢，泄秀。当命主身旺的时候，需要伤官来泄秀，展现才华。伤官的本性决定了这些人难以长期适应固定的体制和职场环境，他们追求自由和创新。凡是命局有伤官的人，如果伤官旺而官星虚弱，命主必须改道，稳定的工作干不长。通常有这样一个时间点，当伤官在制虚官的时候，命主可能还在稳定的岗位上，但一旦伤官开始生财，命主就会辞职去做生意或自由职业。伤官制官的人通常坚持不了上班，早晚要做自由职业。还有一点要注意，伤官见官，而且伤官弱于官的时候，命主做的事情多数是钻法律空子或者打法律的擦边球，这时候即使花很多钱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伤官见官为祸百端，真的这么可怕吗？好了，重点来了。很多人听到伤官见官为祸百端就吓得不行，但其实这句话是有条件的，并不是一概而论。伤官见官的吉凶取决于伤官与官星的力量对比和命局的组合配置。什么情况下会为祸百端呢？第一，当伤官和官的力量差不多平衡时，祸事不断，容易惹口舌是非。这种情况下，命主经常请假、停薪留职。第二，如果伤官的力量弱于或等于官的力量，就会有灾，可能是官灾或身体病灾。俗话说，不进法院进医院，不进牢房进病房。这时候如果打官司，往往赢不了，而且会瞎花钱。那什么情况下反而是好事？第一，如果伤官的力量旺于官的力量，命主反而能当官，主大富贵。这时候治住的官通常是贪官或坏官，命主所做的事是正统合法的。第二，如果官星虚透无根，可以当财看，这时伤官制虚官是吉兆，主发财。第三呢，如果命局里有财星或印星来化解就没问题了，印星看护伤官就不会有凶险。命理学里有句话叫伤官伤尽始为奇，这是伤官的最高格局。这话听上去是不是以为命局中伤官把官制尽了就是好格局了？绝大部分人都是这么认为的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理解的，而是原命局当中上官完全没有制官，不只是没有制，而且原局完全没有见到，不只是天干地支都不见官，就连藏干中也没有官。原命局的伤官形成了一种暗制官的暗象。今天我来公开盲派命理中的这个秘密，如果屏幕前的你觉得我讲的有道理，请点一下小铃铛，订阅我的频道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支持一下。要达到这个格局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四柱伤官透出天干，天干地支里都看不到一点官星。第二，即使地支里藏有官星或其他天干有官星，但官星必须与紧邻的天干合化成伤官，原局必须有伤官透干。第三呢，如果伤官见到官了，那伤官力量过旺过强，官星过弱过衰，伤官能把官星致死，而且官星没有源头，也没有财星来生，就是所有的官星都归顺于命主了。经常有粉丝和客户问我，他自己的命局是不是从官格？我借用这个词来解释一下，伤官伤尽相当于是官从了命主的格了。学习八字命理，不要读死书认死理，易经就是不停的在变，绝对不能用数学公式的思维方式来琢磨命理，
把一个数代入到 x 或 y 里，通过方程式计算就得到一个结果了。易经完全不是这样，它是反着的。这个格，那个格，只是指引我们入门悟道的路牌或者是地图，仅此而已。它就是个导航的作用。你不能拿着地图就说你已经到了目的地了吧？当你开悟了，到了目的地之后，你就不再需要导航或者地图了呀。庄子说：“以指喻指之非指，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。”这个才是易经的思维模式。伤官伤尽的核心是，伤官伤尽要求命局清而不浊，不能出现正偏印、食伤混局、正偏财等干扰星。如果出现干扰星，就会降低格局。伤官配印是一种好格局，印星能看护伤官，有印看着，伤官就不会那么张狂，做事有规矩。伤官配印代表命主既有头脑又有谋略，但要注意，伤官和印都是命主的体，如果两者相互牵绊，比如合住了，那印和伤官都不能用，可能导致命主困惑迷茫，做事优柔寡断，不知进退。这种组合会使得伤官的优点头脑、技术和印的优点谋略、口才都显露不出来。如果食神和伤官同时出现，叫食伤混局，这代表命主双重性格，做事不专一，主意不定。食神主大度，伤官主聪明，两者混局，使得命主胆小疑心重。这样的组合不适合合作，因为容易出尔反尔。如果能得到栽培，因为伤官的聪明和食神的坦荡结合，还是能创造价值的。伤官生财的财富级别比较大，但制财的格局仍然小于制煞。伤官也代表寿禄和技能，食方是人生三宝之一。可是如果伤官和禄相破，命主容易受穷。伤官受制或者过旺泄体，常常会直接反映在身体健康和心性上。伤官被制的时候，如果连体的伤官被制，身体必有病。伤官太旺，泄体太过，如果日主无根无气，必痴呆。伤官受制严重时，会头痛或脑神经不好。五行对应的身体部位，伤官为木，主肝胆、毛发、筋骨；伤官为火，主心脏、眼睛、热情；伤官为土，主脾胃、后道；伤官为金，主肺、大肠、牙齿、骨骼严肃；伤官为水，主肾、排泄系统、聪明、眼睛。女性容易患妇科疾病，比如子宫肌瘤。质化与心性、体态，木火食伤，这类人打扮的时髦、漂亮、靓丽，心性热情奔放。金水食伤，这类人打扮的内敛、中式，心性严肃、冷静。女命有伤官，是特别要注意的情况。女命伤官代表儿子，女命伤官旺是克夫命，但并非绝对凶险。克夫需要满足以下条件：一、无财，没有财星来生官星，官星无源头；二、无印，没有印星看护伤官，制止伤官的偏激性；三、官煞力量过轻过弱。伤官旺克夫的含义很广，包括夫妻关系不和谐、离婚或者老公身体出问题。伤官旺的女性追求多，既想当官又想发财。但如果命局里有财星或者印星，就可以化解伤官的凶性。伤官适合什么职业？伤官的人特别适合以下几种类型的工作：一、管理类工作，伤官指官煞，是技术方面的管理者；二、创造性工作，比如设计师、科学家等高智商有创造力的职业；三、演说类工作，伤官在口才方面优势明显，适合做演说家、教师；四、技术技能类，伤官也代表技术、技能，所以做技术方面的工作特别合适。好了，今天关于伤官的内容就到这里。总结一下，伤官是命理中一个复杂且具有两面性的神煞，它代表着高度的智慧和创造力，但也蕴含着叛逆和凶险的可能，尤其是在处理与代表权威和法律官的关系时。伤官的吉凶全在于它在命局中的位置、旺衰以及
与其他食神形成的组合关系。如果你的命里有伤官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过于兴奋，关键是要第一，理解它，认识到伤官既有绝顶聪明的一面，也有偏激冲动的一面。第二，驾驭它，通过合理的组合和智化，让伤官的优势为你所用。第三呢，警惕它，注意伤官见官的情况，避免官灾。记住几个关键点：伤官旺盛无志，狂妄自大，难以管束；伤官伤尽最高格局，伤官见官就看力量对比，不一定是坏事。伤官配印既有头脑又有谋略，食伤混局双重性格，做事不专一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并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。如果你对命理学还有什么想了解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